这条路已经修好了很多年，但是老板一直没有埋过水沟。今天又来这个修大别墅的老板家，帮他这条路埋一个过水管。这个老板是我的年度最佳客户，所以今天哪怕是2个小时的活，我也特意拖一次挖机过来，没有另外算他的拖车费。为这个老板干活不为挣钱，主要是为了他夸我。钱别墅可以挣，但是干活夸我的老板不好找。而且今天他这个管子我要给他好好搞。刚刚这个老板特意问了我一下，他问我这种路面买什么管子比较合适。他这种水泥管能不能承受住车子碾压？我为了他这个质量好一点，所以我向老板提议，帮这个沟挖得深一点，挖个1米左右，这样上面填的土也就厚一点，车子压就会减少很多压力。再把水泥管上面打上混凝土，混凝土也不要太厚，打个30-40公分厚的混凝土就完全足够了。而且它现成还有很多水泥和沙子，也不需要重新买材料，特别的方便。这样搞好之后，几十吨的货车压都没有问题，就是不利于我们可持续发展。干完一次活之后，永远就不用过来维修翻新了。说归说，闹归闹，干活的质量不开玩笑。就像挖机现在这样，挖到这个石头了，但是也要给它挖下去。挖不动的，哪怕一点一点的挖，一点点的磨，也要给它磨下去，必须要挖到那个深度。刚刚那2-3米的距离，挖机硬是挖了20分钟才给它全部挖掉。现在挖机过来帮这个水泥管子吊过去，给它埋好。刚刚这个老板说让我挖机休息一会，水泥管子他用人工抬过去，那得多累啊，是吧？那用挖机搞一下轻轻松松，而且这里只有老板一个人在这里干活，既需要跑到上面帮我绑绳子吊焊管，又需要跑到下面来帮我剪绳子。刚刚吊了一根焊管就来车了，我这个挖出来的土有一半堆在路上，所以这个车子过不去。这个是村长的车呀，老板一看到，赶忙的叫我过来帮这个挖开。他呢，赶快去帮村长递烟。村长下车指挥我，挖机工作看哪里需要挖，哪里不需要挖。挖好了，村长开车走了，我呢继续来吊管子。搅拌混凝土的混合沙还在他家门口，所以我要先把这个管子一股脑的全给他吊下去。待会老板在这里把管子摆整齐，我呢就去帮搅拌好的混凝土一斗一斗的挖过来。但是在这之前，他先帮我搞几包水泥放到我挖豆里面，挖过去先把混凝土搅拌好。刚刚搅拌好的新鲜出炉的混凝土，老板说先到这边来挤豆，他从这边搞一条到他老房子上面去的路，下面修了那么大一栋新房子，这上面还留了一间老房子。当时我给他挖这个路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这要是不打上混凝土，下点雨的话根本上不来。路上倒好混凝土之后，我还贴心的用挖斗给他拍了几个台阶出来，还有他家门口，这里差不多也有40公分左右的高度，所以走上去比较麻烦。考虑到他家里面有老人，我也给他倒了一斗混凝土在这里，让老板自己去给他搞平一下。现在我开始一边挖混凝土过来，老板呢就一边帮管子整理好。我挖了2斗混凝土，老板就把这个管子已经全部放好了，只不过还少了2根，有点短。这个水泥管子填上这么厚的混凝土，只要别堵，大概率是不需要我再来了。现在它的管子唯一会发生的问题就是堵塞，因为这个沟里面有很多落叶，所以它这个管子比较容易堵。所以呢，我也给老板提了个小建议，让他以后找一个网子或者筛子，放在这个管子的入水口，给它挡一下，把这些大的树叶、树枝什么的给挡掉，过滤掉，再把挖机换上8道，反复碾压几遍，左右两边有2堆土，是防止别人车开到坑里面去。因为管子少了，所以左右两边还有一点管子没有埋，左右两边没有埋管子的位置。过2天我带几根管子过来帮他埋好。因为老板他有一个大工程，你要介绍我干，就是他家门口那个位置太窄了，他还要加宽5米，要我帮他填好。
这是个大工程啊，所以今天就先搞到这里，只要下雨不会把路冲垮就行。